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，欢迎收看关节行不行？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你在考虑要做人工关节手术前需要考虑的8件事情。朱太太她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她的膝关节疼痛已经非常久了，至少5到10年以上了。但是在这1-2年呢，她感觉疼痛加剧的非常严重，她在家里面甚至连爬楼梯都有困难。那他去外面看骨科医生，有人跟他说你需要换人工关节了，所以他觉得非常惶恐，他不知道怎么做决定，所以就跑到门诊来找我，希望我可以帮忙他。如果你的家人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正在考虑要不要换人工膝关节，那今天的内容你要特别注意了。今天我会分享8件你在考虑手术前需要注意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知道，只有严重的关节炎才需要接受人工关节手术。如果你的膝盖痛得非常严重，但是呢来诊所或医院照 X 光片却发现退化没有很严重啊，那你一定要想一想，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你的关节疼痛，而不是关节炎造成你的关节疼痛。如果 X 光片照起来你的关节非常轻微，而且你却接受人工关节手术，那手术后的满意度一定也不会高，因为它不是你疼痛真正的原因。所以只有严重的关节炎才需要做人工关节手术。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，你还有其他治疗方式的选择。其他治疗方式包括非手术的方式啊，例如说适度运动啊，控制体重啊，或者是偶尔吃消炎止痛药啊，或者是可以打玻尿酸或打 PRP， 都有人觉得它可以缓解关节炎的症状。如果这些都没有效了，表示你的关节炎比较严重，那你才需要考虑人工关节的手术。第3件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还有其他的手术选择。例如如果你还年轻，可能你只有50岁、60岁，那你的脚有点 O 型腿，然后内侧的膝盖疼痛，而且退化没有非常严重，那你可以考虑高位胫骨矫正手术，把你的膝盖矫正成直的，让你的膝盖平均受力，它可以解决你疼痛的问题。那如果你的膝盖只有某一个部分，例如说内侧或者是外侧受损比较严重，但是其他的部分是好的呢，你也可以考虑局部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，只要在受损的软骨的地方放一些小垫片，把软骨隔起来，让它不会疼痛，那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并不需要换整套的人工关节。第4件你要知道的就是人工膝关节你有不同材质的选择。一般的人工膝关节有4个不同的零组件组成，其中中间有一个塑胶垫片。那塑胶垫片分成一般的垫片，还有超耐磨垫片。无论你用一般垫片或者是超耐磨的垫片，它其实你在手术后的活动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它的差别是在于使用的寿命。超耐磨垫片比起一般的垫片，它可以减少85%的磨损的程度，所以它的寿命可以用得比较久。那另外也有一种氧化锆股骨头组件可以选择，它比一般的金属更耐磨、更防刮，所以理论上寿命又可以用得更久。那这个就会比较推荐给比较年轻的患者来使用。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需要使用比较昂贵的自费组件，其实健保的也有不错的品质。手术前请跟你的医师讨论。第5件你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在手术后并不需要忍受伤口的疼痛。那现在伤口虽然比以前小很多，但是因为刚好在膝盖前方，所以下来走路会比较不舒服。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，例如说周边神经阻断术，就是先把你的神经阻断一段时间，让它在你最痛的时候不会让你受不了。那另外我们也有自控式的止痛器，就是在你住院的时候接在点滴上面，你如果痛的时候就压一下，药物就进来，你就不会那么痛。所以有很多止痛的选择可以提供你使用，让你在手术后可以恢复比较快，也比较舒服。第6件事情就是人工关节手术后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跟复健。那在人工关节手术后呢，虽然2-3天就可以出院回家，
但是伤口要拆线或者是伤口愈合需要2个礼拜的时间。那旁边的周边的组织呢，要消肿啊，要愈合比较完全，大概要4到6周的时间。那期间当然都可以自由活动，只是不宜太过操劳。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在工作的话，可能要安排一下，要休养一段时间。那在复健的方面呢，你可以在家自己复健，也可以到诊所或者是医院来做复健，其实都可以。复健的动作非常简单，其实主要就是增加活动的角度，还有下肢的肌力2个方向。第7件事情就是说，只要手术就会有风险，人工关节手术也是一样。人工关节手术的风险包括感染啊、松脱啊、伤口愈合不良等等。那其他的风险包括是你身体状况带来的，例如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中风等等，这些都会增加手术跟麻醉的风险。所以在手术前，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身体状况控制好，在你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来做手术，才可以把风险发生的机会降到最低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选择有经验的医疗团队。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，执行人工关节手术比较多的医生跟医院，他手术后的伤口并发症比较低，手术后的效果也会比较好。那人工关节手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急迫性的手术，所以或许你可以选择一个您信任的医疗团队，然后手术前跟医疗团队多沟通，手术后的结果也会比较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或者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，关节行不行？我们下次再见。